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喜欢移民海外，那么具体的数字到底有多少呢？而且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，很多中国人也见证了祖国的繁荣富强。那么是不是随着厉害了我的国、盛世如你所愿等中国的崛起，移民海外的中国人越来越少呢？这些问题终于有了官方的数据来回答。在2020年的年底，由全球化智库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共同编写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》蓝皮书正式发布。报告聚焦国际人口迁移现状与趋势、世界主要移民目的国的移民政策等，解析了国际移民发展的新特征，并展望了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移民发展。报告引用了2019年联合国经社部关于全球移民存量的一个数据。截至2019年，全球的国际移民已经达到了 2.72 亿人，占全球人口的 3.5%， 并且保持一个平稳的增长趋势。其中，中国目前超过1000万移民人口总量，已经成为了输出移民的第3大国。从输出的目的国分布来看，从2015年到2019年的前3名分别是美国、日本及加拿大。中国移民输出前20大目的国中，发达国家占13个，发展中国家占7个。其中意大利、英国、西班牙、法国、德国等欧洲国家近年来尤其受到中国人的青睐。数据显示，中国大陆输出移民之中，2015年到2019年，欧洲移民输入猛增 13.7%。这些国家凭借更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、完善的医疗机制、低廉的教育成本以及更多的个人发展机会，兼备包容的移民政策和文化，成为新起之秀。留学移民是移民方式中最重要的一个，而且有稳定的增长趋势。根据报告，中国几乎包揽了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澳洲等国的第一大生源国。此外，低龄留学规模逐步扩大趋势愈发明显，近10年来赴美读大学的人数增长了14倍，而赴美读高中的中国学生人数增长了 98.6 倍。这表明出国留学表现出明显的年轻化，子女教育越来越成为新兴中产阶级移民海外的重要原因。子女留学获得身份之后，举家移民海外的现象屡见不鲜。另外，中国人移民海外的数量在逐年增加，中国移民服务的市场规模在逐年扩大。也就是说，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，中国往外移民的人却越来越多。在网易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新闻发布的下方，有9万多网友阅读，其中前3名的热门跟帖是：来自广东佛山的网友说，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。来自四川成都的网友说，腿是诚实的。来自上海的网友说，只有尊重私有财产，才能留住人才。一直以来，美国和日本可以说是中国的头号敌人，而现实却是美国和日本是中国人移民的首选。如果这和你从小在抗日剧和反美的舆论中长大的价值观不符，那么你可能要重新塑造价值观了。为什么西方国家那么水深火热，中国人民还是不遗余力的要投入敌人的怀抱呢？这份移民报告的数据完全可以说是诠释了毛泽东的话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即便是群众没有那么聪明，那么领导的眼睛总该是雪亮的吧。中共的领导们天天在电视上说中国有多好，并呼吁中国人爱国，但事实呢，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把家人和财产转移到海外。中国有一个现象堪称中国特色，那就是裸官。只有一个人在中国做官，而家人全部都移民海外了，甚至自己有机会就携巨款潜逃。像这样的裸官，据估计至少100多万。如果中国真的好，那么有没有美国官员把家人往中国送的呢？怕是连一个也找不出来吧。另外，级别越高的官员，其家人和自己拥有海外国籍和绿卡的比例也越高，因为他们更有能力和方法获取。根据网络上的资料显示，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的儿子辈 74.5% 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，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的达到 91% 以上。虽然这些具体数据有待核实，但是事实只会更多不会少。就拿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来看，像江泽民、朱镕基、胡锦涛、温家宝、李鹏等等，他们的子女都有上百亿的公司，在海外有巨额资产和国外身份。
包括现任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，他的亲属都生活在海外，女儿也在美国留学和生活多年。有网友就嘲笑说，为什么中国这么关心美国的人权问题？因为家人都在美国生活。另外，从这一方面来讲，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真正的走向对抗，也就是所谓的冷战，因为美国是中共高干子女移民和自己退休的大本营，中共只能服软。这和苏联与美国的冷战不一样，当年的苏联可没有人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当人质呢。虽然最近这些年习近平搞反腐运动，但更多的是借反腐的名义铲除政敌和加强集权。所以经过这么多年的反腐，中国的国际清廉指数不升反降。2021年初开始，中国各地开始晒所谓的反腐成绩单，一共处分60多万人，有27个省部级高官落马。网友对此评论说，一家饭店门口的荣誉榜上写着，本饭店今年打死老鼠数百只，拍死苍蝇上万只，消灭蟑螂数千只。这充分证明了我店在伟大光荣的店主领导之下，成为了世界上最干净最卫生的店铺。请问你敢进这家饭店吃饭吗？就像腐败问题一样，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制度性的，在制度不改的情况下，中共所做的事情就好比是在粪坑边上拍苍蝇，然后把打死的苍蝇宣传成自己的伟大功绩。所以说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有些人眼里看来，中国越来越好，但是移民的却越来越多。因为中国人有钱了，也就更有能力移民了。有能力了，懒得听你告诉我今天又打死了多少只苍蝇，我搬得离粪坑远一点不就是了吗？我相信，当每一个中国人都意识到是粪坑的问题，而不是苍蝇的问题的时候，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令人向往的地方。好了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一期节目是周末分享会，分享了近期值得关注的几个新闻。关于海南岛2023年封岛，中国人入境需签证，有些人怀疑新闻的真实性。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这个由中国政府发布的新闻，标题是在2025年前适时启动全岛封关，来看一下。网友强化版问，中国人不能进入，那狗可以吗？网友加生6说，100年前华人与狗不得入内，100年后华人不得入内。关于中国教育部加强阳刚之气，网友一评论说，以后中国男子成年礼从弱冠礼改成扛200斤大麦走10里山路不换肩，没通过的身份证性别全改成非男性。关于胡锡进说外国都发钱就等于没发，网友256方 Siri 说，我终于懂了，所有人都被洗脑就是没人被洗脑，所有人都被强就是没有人被强，所有人都被压迫那就是没有人被压迫。我的中国真的强大了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和分享。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